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由福岛正四先生所著的《早餐别吃面包：诊疗过10万人的肠胃专家教您的长寿饮食法》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面包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恶魔食物；第二，让您的肠胃焕发生机的5种最强饮食习惯。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面包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恶魔食物”来开始解释。作者首先向我们提出了以下建议：每天早上吃的面包正在损害您的健康，为什么不尝试停止早餐吃面包呢？作者在他的诊所里，首先建议那些抱怨肠胃不适的患者停止早餐吃面包。按照作者的建议，停止吃面包的患者们纷纷反馈了令人欣喜的变化，比如胃胀消失了，胃的反酸减少了，不再腹泻，明显感觉身体变得轻盈了，体重减轻了，烦躁的情绪减少了，哮喘发作停止了，偏头痛的毛病也消失了。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下，您的早餐是吃面包还是吃米饭呢？根据一些调查数据显示，大约1半的日本人早餐吃面包，面包派和米饭派的比例大体上差不多。有些调查数据甚至显示面包派的更多。尽管本书的标题是“早餐别吃面包”，但作者断言，面包不仅在早餐时吃有害，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吃。因此，我希望大家不仅在早餐时不要吃面包，而是应该尽量避免食用这种食物。从小就养成早餐吃面包，或者特别喜欢面包的人可能会感到震惊或难以接受。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因为这些说法否定了他们最爱的面包而感到生气。因此，在这里，我将从医学角度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面包对您的身体非常有害。本书指出，面包对健康的毁灭性影响主要有以下3点：一是血糖值急剧上升，陷入碳水化合物的无尽循环；二，让消化变得困难，给肠胃带来损害；三，促进体内氧化，加速人体老化。接下来，我将具体讲解每一个影响。此外，本视频不仅会解释面包的毁灭性影响，还会分享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的许多相关的医学知识，请务必看到最后。首先是第一个毁灭性影响，使血糖值急剧上升，陷入碳水化合物的无尽循环。作者认为，早晨吃面包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会使血糖值急剧上升。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摄入像米饭和面包这样高糖的碳水化合物会导致血糖值急剧上升。有的人认为，早上因为血糖水平较低，为了唤醒我们的大脑，应该积极摄入碳水化合物。然而，实际上，在早上，我们的身体会分泌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激素，这些激素本身就会使血糖上升。与中午摄入糖类相比，早晨摄入糖类更容易使血糖迅速上升，再加上吃面包，血糖会更加容易迅速上升，特别是在餐后1小时内，血糖急剧上升，然后迅速下降的现象被称为血糖峰值。这种血糖的剧烈波动会对人体的血管造成严重损害，可能导致动脉硬化、心肌梗塞和中风。早晨吃面包的话，无疑会导致血糖波动，所以作者特别强调不要在早晨吃面包。此外，早晨避免吃面包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早晨的血糖波动，也是为了避免对之后的饮食产生不良影响。当血糖升高后，胰岛素会分泌，导致血糖下降，但是在经历了血糖峰值后，血糖常常会下降得过低，这种现象被称为功能性低血糖症。当血糖水平下降过多时，大脑会将身体状态视为危险，并发出补充糖分的指令，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寻找含糖的食物。如果早餐吃了面包，那么中午可能会选择乌冬面，晚上可能会选择意大利面等，从而陷入碳水化合物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会导致1天内发生3次血糖峰值，最终损害我们的血管，加速身体的衰老，并增加患各种疾病的风险。因此，在一天开始的早餐时，避免摄入面包或其他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至关重要。这样可以确保
之后的饮食不受碳水化合物的负面影响。最近的研究表明，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质的早餐有助于维持健康，并有助于控制一天内整体的血糖水平。选择早餐摄入不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鸡蛋料理等，可以避免血糖峰值的出现。我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体验，一旦开始摄入碳水化合物，就很难停下来。如果早上摄入了大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午餐和晚餐也会选择摄入更多的碳水化合物。因此，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刻打破这种循环。可以从停止早餐吃面包这个起点开始，这样就可以避免陷入无限的碳水化合物循环。接下来是第二个毁灭性影响，让消化变得困难，给肠胃带来损害。我突然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认为乌冬面对人体的消化有益还是有害呢？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乌冬面是有益于消化的食物。乌冬面是一种在身体不适时常被推荐的代表性食物，甚至有时候也会在医院作为病患的饮食之一。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乌冬面对消化有益，甚至连一部分医生也认为如此。然而，实际上，乌冬面以及像面包、意大利面这样主要成分为小麦的食物都属于难以消化的食物。或许这个说法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但是作者是经历过数十万例肠胃疾病的专家。根据作者的观察，在通过内视镜检查患者胃部时，很少会发现被普遍认为不易消化的肉类的残留物，相反却发现大米、乌冬面和面包的残留物占据了绝大多数。换句话说，面包和米饭在胃里停留的时间较长，属于难以消化的食物。大家中间可能有的人正在为胃部的不适而感到烦恼，有些人可能认为胃部不适的原因在于肉类或油脂，但实际上，作者认为胃部不适的主要原因是碳水化合物。如果您感到胃部不适的话，不妨试着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并亲自体验一下胃部不适是否有所改善。另一个问题是最近频繁听到的麸质问题。麸质在消化不完全的情况下被吸收到小肠黏膜上，这不仅导致消化吸收困难，还可能引发各种问题。麸质具有粘性，会缠绕在小肠绒毛上，干扰消化吸收，从而引起腹痛，或者未被消化的蛋白质被吸收后可能成为过敏源。此外，面包中还含有大量的食盐，如果不添加食盐，面包就不可能有那种柔软的口感。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摄入过多的食盐对健康不利，因为它会导致高血压，所以很多人都在控制食盐的摄入量。但实际上，食盐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高血压，食盐还会刺激消化道黏膜，破坏保护胃黏膜的粘液，导致黏膜受损和慢性炎症。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表明，食盐也是导致胃癌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也需要注意面包中含有的大量食盐。接下来是第三个毁灭性影响，促进体内氧化，加速人体老化。众所周知，我们不能直接食用小麦，而必须经过加热处理才能制成面包。与将大米加工成米饭相比，制作面包需要更多的加热处理，这就引发了问题。在加热过程中，蛋白质与糖结合形成一种称为 ages 的老化物质，例如热蛋糕或烤面包的表面上的棕色部分就是 ages。如果您早上吃的是用烤面包机制作的面包，您可能会注意到表面会形成那种焦黄色的棕色部分，那就是 ages。如果您从早晨开始就大口吃下这些焦黄色的部分，您的身体就会逐渐受到损伤，加速老化。ages 被认为是导致糖尿病并发症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它的影响不仅限于此，它还与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导致细胞和胶原蛋白老化，是色斑及皱纹产生的原因之一。当 ages 在血管、肌肉等器官中积累并引起炎症时，会导致动脉硬化、心肌梗塞、脑梗塞和癌症。此外，人体将 ages 视为异物，白细胞会试图清除它们，这个过程会导致体内发生炎症，引发身体的各种不适。ages 的可怕之处在于，
一旦被体内吸收，就会在体内停留10年以上，不断积累，侵蚀我们的身体。听到这些，大家有何感想呢？我们已经介绍了面包对健康的3种毁灭性影响。或许有的人现在开始认为停止食用面包会更为明智了。然而，即使了解了面包的危害，仍然有很多人是无法割舍的。这正是小麦的成瘾性所在。小麦是高度成瘾性的食物，人们对面包和面条的渴望更加强烈，许多人会不由自主地食用。这种状态被称为小麦上瘾或碳水化合物中毒。小麦在消化过程中产生一种被称为外啡肽的类似吗啡的成分，与吗啡受体结合，形成上瘾性。小麦上瘾与酒精、大麻和尼古丁上瘾几乎是相同的，通常是很难被觉察到过度食用的情况。小麦上瘾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与酒精或尼古丁相比，它不会立即引起明显的身体不适。食用小麦后，血糖会快速上升，然后迅速下降，导致血糖峰值，对身体非常不利。但与酒精让人眩晕或尼古丁导致呼吸困难不同，摄入小麦只会增加胰岛素的分泌，让你感到疲倦，因此很难意识到对身体的不良影响。举例来说，如果食用面包后立即出现剧烈腹痛等明显的负面反应，我们可能会重新审视食用面包的习惯。但是由于负面影响不会立即显现，而是逐渐长期侵蚀我们的身体，因此很难让人立即产生放弃面包的念头。事实上，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食用面包会导致身体不适，这也是一个问题。这种普遍缺乏的意识引起了作者的担忧。如果您的朋友经常食用面包，你会建议他们停止食用吗？可能就算您提出了建议，但有那种思想顽固的人，他们会接受吗？作者指出，从医学角度来看，面包在营养方面并不出色，与蛋糕和速食面几乎都是一样的，都会引起血糖峰值和对身体造成伤害。由于许多人没有意识到面包对身体的不良影响，因此甚至没有像吃蛋糕时那种内疚感。所以，首先要改变您的想法。要想戒掉面包，通过自己的身体感受到停止食用面包后身体状况的改善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实际感受到停止面包后身体状况的明显改善，那么许多人可能会继续停止早餐吃面包，而改为吃健康的鸡蛋料理等。因此，迈出第一步非常重要。如果您真的想彻底戒掉面包，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在家里放面包。当早上醒来，走进厨房看到那儿有面包时，很容易产生吃的冲动，这是人类的弱点。当去便利店或超市时，也要避免去面包区域，因为去了面包区域就会产生强烈的买面包渴望。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让面包进入您的视野。只要有意识地避免看到面包，停止吃面包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您产生了想吃面包的强烈欲望，再重新看一下这个视频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强调了吃面包是多么的糟糕，所以当你想吃面包时，再次看这个视频应该会认识到，原来吃面包是这么不好，还是不吃为妙。如果这个视频能成为大家停止吃面包的契机，那我将会非常高兴。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让您的肠胃焕发生机的5种最强饮食习惯。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尽量不要吃面包，也尽量少吃大米，因为碳水化合物会在胃中产生消化不良，碳水化合物也会导致餐后高血糖，成为导致各种疾病的原因。许多人可能会问，如果不吃面包和大米，那么应该吃什么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如果碳水化合物不好，剩下的选择只有蛋白质和脂质了。在控制碳水化合物的同时，以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质为主要来源，是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现在让我们在这个大前提下，更具体的介绍一下让肠胃恢复活力的最强饮食习惯。今天我要介绍的有以下5点：1. 停止规律进食； 2. 引入间食； 3. 用咖啡来抑制食欲，以避免过度进食； 4.
尽量避免加热的食材。5. 注意矿物质的摄入。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每一点，以便大家能更好地理解。首先是第一点，停止规律进食。一般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建议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进食。也许你也是其中的一位，认真遵循着每日3餐按时进食。然而，作者从肠胃的角度提出，规定进食时间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在学校或公司等集体环境中，通常会有固定的用餐时间，因为食堂准备了午餐，或者到了公司午休时间，大家都会按时吃午餐。这在大家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作者指出，这种行为会忽视消化系统的需求，即使不饿，却因为到了规定的时间而被迫进食。这样的行为会对消化系统造成负担。因此，为了调整肠胃功能，不要拘泥于固定的用餐时间，而是在感到饥饿时进食是非常重要的习惯。也许对于许多人来说，放弃规律性饮食这种建议估计从来没有听说过，对吧？然而，对于那些长期困扰于肠胃问题的人来说，尝试这种方法是值得的。请那些人务必倾听自己的肠胃需求，试着在感到饥饿时进食，而不是在固定的时间。接下来是第二点，引入坚食。正如本书的标题所示，如果您现在每天早餐吃面包，那么请立即放弃这个习惯，因为早餐的面包可能是导致您身体各种不适的元凶。放弃早餐吃面包是个前提条件，但是早餐本身是否应该吃呢？关于早餐有各种说法，这取决于个人日常生活的节奏，所以要断定早餐是否应该吃并不容易。举例来说，如果您晚上吃饭很晚，那么考虑到消化时间，可能不应该吃早餐。另一方面，如果您在晚上5点之前吃完晚饭，那么您可能会觉得早餐是必要的。作者的建议是，如果早上起床时不觉得饿，那么最好不要吃早餐。不要固守早餐一定要吃的观念，而要认真倾听自己的身体。如果肚子饿了想吃，那就吃；如果不饿，那就没必要勉强吃。相比一般的观点，作者更希望大家优先听从自己身体的需求。如果您真的想吃早餐，建议考虑减少对肠胃的负担，选择除了碳水化合物以外的食物。例如，如果你想吃早餐，那么最好选择吃蛋类、蔬菜、酸奶、坚果、奶酪等对肠胃较为友好的食物。吃少量的玄米饭团、燕麦片、水果等对肠胃的影响也较小。相反，面包、意大利面、乌冬面、谷物、三明治、煎饼、饼干等早餐会给肠胃带来很大的负担，建议避免食用。提到不吃早餐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有些人可能不习惯在空腹的情况下工作，或感到焦虑。对于这些人，作者建议引入坚食。所谓坚食，是指在早餐和午餐之间的时间段逐渐摄入的食物。例如，如果早晨不觉得饿，或者没有时间吃早餐，就不要勉强吃早餐，而是可以在工作时喝点蛋白质饮品代替早餐。作者实际上采取的做法是，在到达工作地点后，制作含有蛋白质的饮品，并在工作时逐渐饮用。关键是不要一口气喝完蛋白质饮品，而是要分时间逐渐饮用。逐渐饮用的原因是减少对肠胃的负担，避免诱导胰岛素的释放。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减轻不吃早餐的不安感，并让您可以在适合您肠胃的最佳时间进食，就像进行运动前的伸展一样。您可以在摄取能量的同时检查当天的肠胃状况，如果感觉胃部不适，也可以适量的暂停摄取。有些人在上午上班前并不感到饥饿，但到了上午10点左右就开始逐渐感到饥饿，这时候肠胃已经准备好接受食物了。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坚食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于通常在公司工作的人来说，需要在上班前决定是否吃早餐。有些日子可能早上没有时间吃早餐，或者根本没有胃口。但是如果选择坚食，您就可以在工作时决定是否进食，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此外，
如果你选择喝蛋白质饮品来代替早餐，作者建议从消化和营养的角度考虑，乳清蛋白是个不错的选择。每次摄入的量最好不要超过20克，这样对身体的负担较小。与喝蛋白质饮品代替早餐类似，吃坚果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坚果方便携带，可作为兼食，放在办公桌等地方。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其他的食物，比如携带玄米饭团到公司。建议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兼食。接下来是第3点，用咖啡来抑制食欲，以避免过度进食。对于想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但又无法忍受空腹的人来说，喝咖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咖啡有刺激交感神经、抑制食欲的效果，适量饮用咖啡对身体有益。当无法控制食欲时，可以尝试喝一杯咖啡。引入咖啡到生活中可以减少食量，预防过度进食。因此，作者建议大家充分利用咖啡来抵抗碳水化合物的诱惑。接下来是第4点，尽量避免加热的食材。作者提醒大家注意加热食品对肠胃的影响，因为经过加热处理，这些食物会给肠胃带来负担。作者建议，为了摄取足够的营养，又不增加肠胃负担，应该经常食用生鱼片。生鱼片未经加热，所以不会增加消化负担。很多人吃完烤肉后会感到胃部不适，但很少听说吃了油脂含量高的金枪鱼生鱼片后出现胃部不适的情况。那是因为生鱼片未经加热，经过极高温度处理的食物很难消化，容易导致胃部不适。此外，加热也会导致营养素流失，因此最好在未加热的状态下食用蛋白质和脂质。作者推荐的是生鱼片，例如食用青鱼生鱼片可以获得预防慢性疾病的好处，因为它富含 Omega-3 脂肪酸。你也可以尝试吃一些青鱼、三文鱼等青鱼的生鱼片，看看效果如何。然而，并非所有的食物都适合生吃，也有一些食物，比如鸡肉，是不能生吃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建议不要采用高温加热的方式，而是选择水煮。同样的，牛肉也不应像烤肉那样高温烹饪，而是更推荐用火锅涮的方式，因为随着温度的上升，对肠胃的负担也会增加。所以选择最近流行的低温烹饪方法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例如，对于像牛排这样的食物，您可以在约60摄氏度的低温水中煮熟，然后轻轻地撒上食盐，再在平底锅中煎制，这样不仅美味，而且对肠胃更为友好。此外，高温加热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比如 ages， 因此烹饪的基本原则是低温。对于那些可以生吃的食物来说，生吃是对肠胃最好的方式。接下来是第5点，注意矿物质的摄入。当谈及对肠胃有益的饮食时，经常被忽视的营养素是矿物质。消化道主要是通过平滑肌运动来工作，如果缺乏矿物质，它就无法正常运转。尤其是在缺乏铁、镁、钾等矿物质时，即使吃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消化道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从而引发胃部不适等症状。因此，对于肠胃较为脆弱的人来说，特别需要关注摄入足够的矿物质。在女性身体中，常会出现缺铁的情况，而在男性身体中，则常会出现缺镁等矿物质的情况。因此，务必要意识到并补充所需的矿物质。蔬菜和海藻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因此为了充分补充，重要的是要多吃这些食物。在此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一下，因为蔬菜煮熟后会导致钾等矿物质的流失，所以应该尽量生吃蔬菜，减少加热。在水煮的情况下，喝下煮菜的汤汁可以确保摄入足够的矿物质，因此这也是一种推荐的做法。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